车墩这边应该算是我们公司的快乐老家，我们这边拍了超级多项目，因为这个影城又便宜又好。然后我们拍了原神的项目，然后当时那个达达利亚，然后我们还拍过爆炸，然后各种东西都拍过。但通常我们是选天气好的情况再来拍。今天你看这个天气，这雨大的啊，这平时我肯定不喜欢，但今天我难得会喜欢一次雨天，因为我们要讲的就是下雨。好各位，我是 Tim。说起影视作品中的下雨，我们都能想起来很多经典或者说封神的名场面。无论是爱人重逢时刻的狼狈和真挚并存，暴雨中挣脱束缚时候的自由或者解脱，还有《银翼杀手》里面这种极具赛博朋克质感的潮湿幽暗的雨夜。那这些形形色色的雨戏，让我非常好奇，他们到底是怎么拍的，得到这么好的效果。那正巧前段时间我们朋友的大剧组拍了一场雨戏，我才了解到电影工业里面居然真的有一个岗位叫做造雨师，专门负责来下雨。那他们的戏拍完了以后，多了大半辆洒水车的水，这倒了太可惜了，对吧？那同一时间，我们的一位合作伙伴卡萨蒂说，他们有一台中子和酶洗干护理机，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来合作一期内容。那于是，一拍即合，我们立刻接盘了这个洒水车，今天来和你一起探秘一下雨戏的拍法。你好，我是雍杰伦，我是 Tim。要不要我顺路送你？你要我三脚架？走。下雨了你没带伞哦。走，以后一起回家吧。下次，好吧，下次再见。走，小心红灯。没事，我有场务替我拦着。其实我们刚刚致敬了《不能说的秘密》里面周杰伦和桂纶镁在屋檐下躲雨的桥段。那不得不说，我们实在是请不起周杰伦和桂纶镁，但是影城里面真的是什么都有。我们居然找到了一位神似周杰伦的特型演员。那再说回来，像这种比较浪漫和小清新的雨，你会需要它变得非常的绵密和雾化。这里你会需要用到一个特殊的造雨工具，叫做雨架，也就是这些从2楼平台支棱出来的水管。那造雨老师可以根据导演的要求，通过在雨架上面增加或者减少喷头，来调节雨量的大小，还有绵密的程度。这里我可以插播一句，日常我们手头的一些小道具也可以做出造雨的效果，比如说浇花的水壶，或者是找一个塑料袋，扎出所需雨量相对应的小孔。那如果你需要更朦胧和更诗意一点，可以再加上一块烟饼，都可以。那这种绵绵细雨从技术角度上来看，其实并不算特别复杂。但是当天晚上，我们还尝试拍了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至少在我心目中雨戏排在前几位的场景，那就是《黑客帝国3》里面雨中对决的这个片段。这部电影是19年前上映的，我印象真的太深了，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准备，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难。但是拍完以后，我的感受就是，这种暴雨戏真的不是我们现在这种水平能够驾驭得了的。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成果，再来讲具体。首先，我先发个誓，下次要是再在冬天拍雨戏，我就是狗，真的是太冷了，这不是正常人能够想象到的冷。上海的那种风，再配上这种水，太可怕了，演员扛不住，我们自己工作人员也扛不住。那除此以外，我最大的感受就是《黑客帝国》他们真的太牛逼了，就03年的片子放到现在来看，很多理念或者视效还是非常超前的。比如2个人打斗的时候，后面站着层层叠叠的史密斯，我很久以前以为他们是 CG 做的，对吧？
这应该是最直观的一个想法。但大学的时候学了特效，我才知道，像是雨水这样的流体，模拟起来本身就是非常难的，何况你还想让它和这么多人和雨水有交互，这在20年前靠纯 CG 来实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20年前的原片团队真的非常绝，他们做了100多个史密斯的假头和假身体，又找来了80个群演，套上这个头套，站在后排，通过背后的把手，一个人来操控2个假史密斯，每天在雨里拍摄15个小时，才得到了这些画面，这真的是太离谱了。反正我们是做不到，所以我们规避了这个最难的问题，尽量把前景的内容做得比较近似一点。那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点是下大暴雨。那电影原片是在一个短而窄的街道里面进行拍摄的，然后通过后期做场景拓展，再加一些 CG 的雨来强化纵深感。我们在影城里面找了一个跟电影里面看起来比较相似的场地，本来是打算不用特效全程实拍，然后后来实操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们当初选择一个小场景加特效是有道理的，因为更大的场地意味着对灯光亮度还有降雨量需求的成倍增加。我们选的这条街道足足有70-80米长，那你需要借影城的好几辆吊车还有直臂车，才能把场景给支棱起来，然后把雨架吊在街道上方来进行降雨。同时你还得在地面上放起水管，并用沙袋堵住所有的下水道口来蓄起积水。当雨架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也就是和下午差不多的阵势而已。但是等到造雨老师一声令下，打开阀门，然后整条街道瞬间就倾盆大雨。那虽然直臂车比较昂贵，但是它造雨效果确实很不错，很垂直，而且很均匀，很适合用来拍摄大全景的暴雨。像我们这样的操作，每次下雨的区域大约长度能在20米左右，而道路的一旁也备好了地面雨架，以便在拍更全场景的时候，随时能够补充雨水，避免因为画面的任何角落缺失雨水而穿帮。那既然降雨量这么大，肯定有朋友会问，那到底会花掉多少水呢？那答案就是非常多，超级多，比我想象的多得多。一辆水车，假如按照这种玩法，5分钟就会全部用完。一开始我是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的，觉得这么大一车水肯定很耐用，对吧？但是当我们开始下了几个镜头的雨，然后造雨老师跟我们说水差不多了，我准备回家了，然后我们全部都吓尿了。所以后面我们都是无水排练，练得差不多了才正式开拍，这样才算是勉强够用。所以这一通流程下来，你也应该会感受到造雨其实它本身并不简单，但是更麻烦的还在后面。造雨只是基础，对吧？雨系的灯光还有拍摄都会需要费上比正常多得多的功夫。下雨的灯光你是需要格外注意的，只有从逆光的方向来拍，你才能够尽可能的拍出雨滴的质感。那现场除了基础的底子光，还有天空上的月光宝盒以外，我们还放置了6盏闪电灯。那你仔细观察原片，你就会发现它闪电的方向并不是单一的，而是4面8方扑面而来的。所以我们架了3盏放在街道2侧的楼房上面，另外3盏在地面上机动，根据机位的移动来补足画面里面闪电的效果。在拍摄上，我们其实也遇到了不少的难点。第一点就是相机的保护，因为这次实在是没有预算和时间去买防水壳，我们只能土法上马，用了塑料袋、保鲜膜还有自制小纸板，在暴雨里面拍摄。但其实这样是非常不安全的。第一，散热会有问题；第二，也有可能进水。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努力过，我们真的去问了专业摄影师 Phantom 防水壳的价格，然后他说14万一个，赶快下单。所以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花5块钱多加几个塑料袋合算一点啊。但塑料袋它也不是万能的。那像这样的镜头，原片里面它居然能做到演员跑动时候溅起的水花一点都不打到镜头上，这当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现场拍摄的时候，我们一直去反复擦镜头上面的水，但是根本无济于事。我们试了疏油层，试了各种方法都不行。各位朋友也可以给一点建议，怎么样能够防止镜头上沾水？那回来以后我们又研究了一下，发现好莱坞他们有一套方案，就是用这样一个能够均匀的高压气流把水全部弹开的装置，来避免镜头上面溅水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那实话说，《黑客帝国》原片的难度只会比我们现在要大 N 倍，不只是这么一个设备。你要知道，他们当时用的还是胶片摄影机，拍高速摄影，只能胶片很快的转一下，然后一卷胶片就没了，还要顾及防水、巨大的体积、灯光、人员配合，太多问题了。所以由此可见，一些我们在影视中看起来比较简单或者不值得多想的场景，其实也有着非常多的细节，需要十分细致的前期准备，才能保证拍摄的顺利进行。那这次在雨系的拍摄的时候，高效又是另外一个很特殊的要求。那除了刚才所说的灯光，还有摄影部门、服化和后勤部门也特别重要。这次我们的服化老师需要预先准备多套服装，以便现场拍摄时候弄脏或者褶皱时候能够更换。那为了让这些衣物能够在上镜的时候呈现出最光鲜平整的效果，我们可以通过卡萨帝中子和美洗干护理机的雾化空气洗功能来进行护理。微米级的水分子在精准的风速、温度、机械力的相互配合之下，迅速穿透纤维，将毛屑、尘埃还有异味以及残留的水分子附着带走，同步达到平整、去皱塑形的效果，
让比如说我们这次演员的羊绒面料校服、真丝领结等等面料得到塑形、亮色还有焕新的护理效果。因为冬天实在是太冷，我们这次也给演员准备了专业的潜水服穿在里面。那它的材质就非常厚实而且紧身，能够防止演员的身体失温。那在休息室里面，我们也放上了这种烧柴油的大暖泡，还有源源不断的热姜茶和热水袋，尽量保证演员和工作人员保暖。那大家通力协作1天1夜，才成就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这几个片段。随着拍摄经历的不断丰富，我们团队也在快速学习和成长。我越来越理解“术业有专攻”这几个字的含义。不管是之前探访过的爆破烟火师、成家班武行，或者是最近的飞车团队，其实大家都只是为了荧幕上实现短暂的效果，在背后默默付出自己整一个职业生涯。他们都是值得尊重的人。那也不得不说，优秀的作品是在钱、能力还有时间这3者之间同时达到才能做好。但其实我们现在连做到其中1者都非常的难，我们只能不断努力去尝试，更深层的去探索我们所热爱的这一行。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那同时这次也要感谢卡萨帝洗衣机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与我们共同度过了这一段难忘的雨季拍摄经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点赞、投币、3连转发，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你有更多想看的影视行业的特殊拍摄，无论是什么都可以，在弹幕区或者评论区都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下次再见。